佛教认为人往生后呢，会进入中阴身的境界，浑浑噩噩、迷糊不知死亡的真相。神识到死后第7天觉醒，回到家中才发现自己已经死亡了。往生者会每隔7天觉醒一次，直到7749天后才前往投胎转世。家属可以每隔7天为亡者办法事，所谓做七就是这样来的。因此，传统的阴阳家认为，头七表示人已经正式的开嗓，可以领受后人的香火拜祭。那么，亲人做七时应该准备什么拜祭品呢？你会跟着传统的方式去准备，还是简简单单跟着心意就好了呢？传统丧礼中有做七的习俗，每隔7天拜祭往生者，直到7749天。往生后每一个七对逝者相当重要，而孝眷需要跟着日期准备拜祭品来拜祭。早期传统家族人口众多，因此每次做七呢都会有不同辈分的家属负责。现今家族成员越来越少，但做七的习俗在马来西亚依然保持着非常好。那在国外做七的习俗呢，逐渐的简化。孝眷呢，一般会注重头七和尾七，就是49天。仪式方面呢，会比较的简便。传统的每个七都会由不同身份的孝眷负责，而这些孝眷又会是谁呢？头七是亡者去世当天算起，一般由儿子办理，但现在礼仪公司的服务包办到头七，所以基本上家属啥都不必准备了。头七后的每7天即为一个七，二七为小七，也可以叫媳妇七，一般由媳妇准备拜祭品。三七称女儿七，由出嫁女儿准备。四七称次女七，由次女准备拜祭品。五七称孙子七，一般由出嫁的孙女准备拜祭品。六七称为媳妇七，一般由嫁的自孙女或曾孙准备拜祭品。七七称尾七或满期，一般由儿子办理，所谓的有始有终，功德圆满。家属也可以请法师、道士为亡者诵经。100日，亲人往生满100日，通常家属也会请师父或者道士诵经。对年，亲人往生1周年，子女们会一起拜祭。那么多个期应该准备什么拜祭品呢？通常这一天家属会准备较丰盛的贡品，如白斩鸡，或者是烧鸡、烧肉、鱼菜、白饭，或者是素食。水果可以准备苹果、橙、凤梨等。糕点呢，可以准备发糕或者是包子。中国茶、白酒，最后就是画给亲人的纸扎品。那也有顾客告诉我，数量是不能拜双数的，因为他们认为白事双数不吉利的意思。那除了这些，家属也可以依照亲人在生前喜欢的食物物品来拜祭。那现今呢，拜祭仪式和拜祭品也逐渐的简化，准备简单几样亲人爱吃的水果饭菜也足够了。多数家庭较重视头七、七七、100日和对年。在家没有安灵位的家属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，都会到墓园去缅怀先人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的团队正在招聘富贵生命经理师。如果你对零资本创业有兴趣的话，直接点击以下的 link DM 我。我是总监 Alice Hu， 生命经理师。我们下期见。